命底層邏輯究竟係咩？係一套符號解碼系統，係咪好似傳說中咁計到你一定係幾時結婚、幾時生仔，甚至計埋你兄弟姊妹？就算同一個八字唔同人，佢都會有唔同。咁我都有睇過一個博主，就揾咗90幾個年月日時一模一樣嘅人，結果就好有意思。約66%嘅人咧，都係感覺到。我成日都講話，性格決定命運。2026年咧要注意啲乜啦？2026年咧最緊要睇。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贊同師傅嘅 channel。咁唔知你哋近排有冇發現啦？無論係朋友圈又好啦，或者係朋友私下傾偈都好啦，好中意傾啲運勢啦、算命啦、星座啦、運程啦，真係好中意傾呢啲。我幾時行桃花運啦？我幾時有財運啦？我事業後面會點啦？我工作會唔會變動啦？好似人人咧，佢都好想喺呢本人生算命書入邊揾到自己嘅答案。咁師傅啊，咁我哋成日講開八字算命啦，對於呢啲冇接觸過嘅觀眾嚟講咧，可能佢會覺得好神秘啊。咁師傅可唔可以用比較簡單嘅方式去同大家解釋下算命佢究竟底層邏輯究竟係咩？點解我哋憑個出生嘅年月日時就可以了解到我哋人生呢？算命其實係一種好實在嘅認知嚟嘅。嗱，用我呢幾十年嘅經驗同埋個真實個案，將呢個數據同大家講，算命呢係一套符號解碼系統，將人類一出世嘅時候呢，係一種特定嘅時空信息，嚟換成一套特定嘅符號。而呢個符號工具就係我哋所認知嘅天干地支。我考下你啊，嗱，化學呢咪有個元素周期表嘅。雖然我係讀文科嘅，但係呢，我對於化學都略有研究。我噏幾個啦。氫氦鋁鈹硼碳氮氧氟氖，好，你接下面嘅。嗱，唔緊要。納美鋁硅磷硫氯氬。哇，咁啊10幾個啦喎。咁啊啱啦，係啦。呢個咪就係好似化學元素表裏邊咧，我哋嘅氫加氧咪等於我哋嘅水咯。係。咁啊即係 H2O 咯。天干地支就係我哋中國古人認知世界嘅一套基礎元素嘅符號。哦，但係我覺得我哋嘅天干地支會比我哋嘅呢個化學周期表簡單好多。呢個元素周期表都係近代先有啦，但係天干地支係講緊鐵都未識點做出嚟嘅時候就有啦。係啊，所以你一出世嘅年月日時對應翻我哋嘅特定嘅天干地支嘅組合咧，就呢套就係構成你一個獨一無二嘅先天配置啦。所以呢套系統咧，就基本上咧就係我哋描述你嘅出生時間所帶嚟呢個天地間裏邊嘅氣場。又或者係五行屬性，即係我出世嗰日，呢個天地行緊咩氣運、季節啦、咩年份啦，全部都已經有晒㗎啦。啱啦，所以咧有啲夏天出世嘅人咧，天地間咧火特別旺啲啦，佢係燥啲嘅，又燥啲啦。咁啊，所以夏天咧個人一係特別燥啲，一係特別熱情啲。如果佢係冬天出世喎，個八字又水多喎，咁啊又冇火喎，佢個人特別怕凍。瞓極咧都係手腳凍嗰啲人咧，你都見唔少啦，係咪啊？佢哋就係冬天出世冇火嘅元素咯。即係可能就係你從個媽咪個肚度一出嚟嗰瞬間就接觸到呢個人世間所有呢啲氣場啊，就係嗰個特定符號啦。係啦，嗰一瞬間就會影響到你呢個人嘅後面嘅命運。係啦，所以咧算命師傅工作咧就係翻譯翻俾你聽，等你知道你個性格傾向。同埋你嘅人生唔同嘅階段，可能會遇上啲運氣啊，同埋個變化，就好似元素周期表，就等於好似我哋天干地支加埋個配合，咁啊個組合一樣咁。師傅，我又想問啦，咁你講到話好似元素周期表咁啦，但係因為周期表係化學係固定噶嘛，佢一定係就係咁嘅組合，但係因為八字唔係噶嘛，八字會有變數噶嘛，有變化係啦，所以我又想知其實呢一套理論究竟有幾準確咧？係咪好似傳說中咁可以計到你一定係幾時結婚、幾時生仔，甚至計埋你有幾多兄弟姊妹？你啱啦！嗱，呢度我要非常之明確咁講，嗱，冇可能去到100%咁精準嘅。世界上冇一套玄學可以做到100%嘅準確嘅。嗱，科學都要認證有驗差，係咪先？算命都一樣，每個人嘅八字都唔同，就算同一個八字唔同人，佢都會有唔同。呢度就靠師傅嘅閲歷同埋人生經驗，佢嘅世事倫理有幾多？例如佢個算命師傅咧係做過工作嘅，返過工嘅，個客戶裏邊咧遇上一啲人事鬥爭啊、小人是非啊，
同埋內部鬥爭啊。咁我哋算命師傅會喺個八字裏邊會俾到個對方個客人裏邊咧一啲咁貼切同埋一啲實際建議，而睇翻個客人個命局裏邊，佢係應該進取定係防守。呢啲就係個算命師傅係人生閲歷有幾高，同埋係個經驗倫理嗰方面咧，俾到個客戶一啲更加好嘅翻譯同埋更加現實嘅建議。嗱，我問下你哋啦，嗱，同一個八字喺全世界裏邊可能有即係好多個啦，年月日時間都會好多人噶嘛，幾千個都唔出奇。咁唔通個個人生都會一模一樣咯喎，係咪先？有啲會一定會唔同噶嘛，係咪先？你有冇見過？咁我都有睇過一個博主嘅，咁咧呢個博主咧就好犀利，佢用咗2年半時間，佢就揾咗90幾個呢個年月日時一模一樣嘅人，之後咧佢就對佢哋進行呢個調查啦，然後去傾偈啦，然後就統計，結果就好有意思。首先咧個結果係點咧？兄弟姊妹嘅數量係毫無規律，係有獨生嘅，有1個嘅，有2個，有3個嘅。呢個我覺得同城市同農村有關係。係咁啊，第二點咧就係佢哋嘅學歷層次啦。咁啊雖然分佈都係比較廣嘅。但係咧，高學歷嘅比例咧係高過我哋社會嘅平均水平嘅，冇必然咯，所以變咗係。咁啊，到第3點啦，就係佢哋健康同埋運勢啦。咁喺某啲相同嘅大運年份入邊啦，比如話2001年啦，咁啊疫情嗰年啦，約66%嘅人咧都係感覺到時運不濟嘅。但係呢個不濟嘅具體形式咧又千奇百怪喎。有啲人係病咗啦，要做手術啦；有啲人係冇咗份工啦。咁有啲人咧就係個心情唔知點解一直好差，但係都係叫時運不濟，唔順。呢個研究報告都幾特別喎，係啊，因為事關就作為我呢個算命師傅咧，我都會收集好多客人嘅八字去做研究啊，甚至我有時我遇上一個八字嘅客，咦，同另一個八字客一模一樣嘅喎，但係佢互相唔認識喎，但係我個經歷同埋個趨勢咧係幾相似，但並非一樣。所以呢個研究咧就俾我哋嘅印證咗我哋嘅觀點就係話，所以算命咧就能夠捕捉到俾我哋嘅就係一種人生嘅集體性嘅趨勢同埋傾向，所以絕對係冇辦法好精準到預測每一個人嘅具體嘅人生細節嘅，因為每一個人嘅處境同埋個位置都唔同啊，即係好似頭先阿袁洋所講啦，我66%就係大家個生活環境唔同啦，家庭背景唔同啦。兄弟姊妹數目唔同啦，都會影響人生裏邊嘅細節同埋個變化。其實咁樣我理解落嚟咧，聽落去都幾有啟發嘅。其實我哋呢個算命咧，就可以話係提供一個大方向嘅，好似我哋嘅天氣預報咁啦。話俾你知，聽日可能要落雨喎，咁你要唔要帶遮咧？係取決於你自己嘅。啱啦。所以變得我成日都講話係性格決定命運，就係睇下你自己啦。係你決定咗衝咗出去啊，咁可能你遇上龐大雨啊，淋到晒濕晒。咁有啲人保守啲喎，謹慎啲喎，帶把遮先，睇定啲先啊！如果唔多對路喎，攞把遮先，咁就你可以避過一場大雨啦。如果有啲觀眾咧，佢想提前睇下2026年啦，要注意啲乜啦，想擔定把遮咧，應該點樣入手咧？係咪真係好似要學得好深啊，要學得好專啊先可以知咧？問得好啦，嗱，其實八字咧唔係咁圓嘅，關鍵在於咧你揾到一個正確嘅方向同埋解決嘅方法嘅啫。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咧，第一步咧最緊要睇清楚自己個八字嘅喜忌啊嘛，即係五行之中。邊種元素對你好嘅就對你有幫助咧，就係你忌神；邊幾種元素容易帶來麻煩嘅，嗰啲就係你嘅忌神。咁師傅可唔可以講得即係再簡單啲？就攞我哋2026年丙午年去舉個例，咁我哋2026丙午年應該係咩屬性為主咧？2026年咧天干地支咧都係火嘛，天干陽火，地支係陰火嘛，呢一年咧就會特別要注意，要容易咧急躁啊、火性啊、決策嗰方面咧就會容易衝動啦。如果你個八字係忌火嘅，咁啊就會有啲衝動啊，個人脾氣唔好啊，感情啊會容易成日拗交啊，個人咧心煩氣躁啦。嚇，如果你嘅喜神係火嘅，即係你中意做多啲火啦，咁啊火可能係啲貴人嚟嘅喎，即係你個上司啊或者你同事啊好熱情咁幫你，好主動咁幫你，咁啊然後火係你嘅財喎，啲錢咧又會嚟得快啊，又會使得快喎，咁性質啦，好似火咁樣，噓噓聲。明白啦。嗱，講咗咁多咧，我簡單總結一下啦。如果你係真係想去了解到自己嘅命盤嘅喜忌神嘅，都好簡單，添加翻我哋嘅 WhatsApp 就 OK 噶啦。跟我哋振鴻師傅咧一齊學八字就好簡單噶啦。首先咧，我要批判咧，算命唔係宿命論，
我堅決反對咧，一切咧就由天注定啊！但我哋可以比喻人生好似一本書，你嘅八字取決呢本書係咩篇幅。我當你有90歲命，你有90頁啊，你有100歲命，你本書有100頁。咁啊，睇下你嘅頁數裏邊嘅章節係啲咩故事，係啲乜嘢起伏，係啲咩內容。而算命就係要俾你知道入邊嘅內容同埋章節嘅起伏，所以算命咧就係俾你提前睇到後邊嘅幾頁裏邊嘅章節名。但人生最關鍵嘅就唔係入邊嘅章節啊嘛，而係入邊嘅內容啊嘛。而入邊嘅內容就係你點樣去應對挑戰，未來嘅發生嘅問題，你都有進取啊，定係退縮，定係防守，就係呢個入邊嘅章節內容嘅關鍵。定係要迎難而上咧，最終都要睇下你點樣去取捨啦。比如話下一個章節係你要受難，但我依然可以喺呢個章節度把呢啲內容寫得漂漂亮亮。時咧個人生裏邊咧，未必一定全部行好運啊，係有時都會陰天啊。咁啊喺陰天同埋係苦難嘅時間咧，大家喺度磨練下，好似頭先你話磨練下自己，鍛鍊自己嗰段時間咪進修咯，學習咯。積極裝備自己咯，一到好運嘅時候咧，你要發揮嘅倍數咧，你支持會更加之好嘅。所以正確嘅態度咧，就係將算命當作一個了解自己嘅運勢，輔助自己人生規劃工具之一。人生嘅答案咧同精彩咧，永遠係在於自己嘅踏踏實實咧去創造嘅過程嘅。如果話命運係一本書，你就係作者，故事點行你話事。所以咧，與其成日擔驚受怕啦，問我幾時發達啊，我幾時病啊，幾時唔得啊，不如去問一問我嘅優勢喺邊，點樣先可以發揮得更好？算命係提供一個趨勢俾你去參考嘅，應該係成為我哋呢個人生規劃書入邊嘅一頁，去幫助我哋過好自己嘅人生。仲有睇下自己個八字缺點喺邊，將自己缺點改善，發揮更好嘅優點，先至你係最好睇八字嘅用意。係呢啲先叫知命用命啊嘛。係啊，快一步。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分享之後咧，可以更加清醒、更加自信去創造屬於自己嘅未來，而唔係被任何命盤限定咗自己嘅未來。明白。我哋今期嘅節目其實都談得好深入㗎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咧，都可以喺我哋嘅下邊評論留言啦，同埋 follow 翻我哋嘅 channel。咁我哋今期就同大家講拜拜㗎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